我是瓜皮儿，闪电侠第7季前情提要。忠诚被镜像大师伊娃摧残后，处于重新建设的阶段。然而此时来自未来的魔术师菲利普卷土重来，是要让闪电侠付出代价。由于危机中的白瑞没有按照原本的剧本牺牲，导致后面的时间线发生了改变，不计其数的人被抹除，其中就包括了菲利普的家人。他打造了反物质炸弹，在最后一刻被白瑞套个洗白。在此之前，白瑞重启了神速力，立场屏障遭到了破坏，释放了包括神速力在内的4大立场，其中之一的力量力和他的使用者豪利女在这场袭击中杀死了菲利普。白瑞利用神速力释放的一切攻击都无效化，连他本人都差点嗝屁着凉了。白瑞用了1个晚上研究这个突然出现的新对手，唯一的线索就是对方活动时地热流体中会出现一种稀有的同位素，只要想办法锁定它，就能掌握豪利女的位置。可白瑞并没有信心战胜对手。这时希斯科带着分离后的凯瑟琳和冰霜来到了大厅，让白瑞蒙上蒙。冰霜解释说，当初与伊娃大战时他被击中，打那天开始就时不知头疼，直到昨天晚上常态下的凯瑟琳突然昏倒了过去，醒来后他们就分离了。两人猜测是伊娃的力量会使细胞分化，从而在凯瑟琳原本的基础上又创造了一个新的个体，互不影响且拥有原本的能力和记忆，相当于一个精神分裂者拥有了2具躯体。凯瑟琳担心长期分离会有别的副作用，所以想尽快找办法解决一下。冰霜虽然没有说，但心里却很不情愿归于一体。此时卫星追踪到了同位素，而地址就是星辰实验室。紧接着4种颜色的闪电劈了起来，在空中凝聚成了神速力本体。白瑞连忙将其接住，而神速力已经伤痕累累，他用昏迷前的最后一点意识请求白瑞帮帮自己。众人想不明白呀，为何这种存在回来找他们帮忙。白瑞为他戴上了神速力手表，实时监控着恢复状况。从神速力身上残留的同位素来看，很有可能是豪利女干的。她可是连反物质都不畏惧的存在呀！不论对手是谁，白瑞都不会让神速力再次消亡的。家中办公的塞西尔不断地听到有人在呼唤自己，只看见角落站着一个人影，跟温子仁的鬼修女似的，一顿闪现，直接把塞西尔吓到失控，心灵感应疯狂轰炸。乔闻声赶来稳住了他，刚刚的幻觉太过于真实了，以至于身经百战的塞西尔都吓出一身冷汗。第二天，艾瑞斯来警局询问点情况，很多读者表示昨晚看到了已故的亲人，但场景并不温馨，更像是噩梦。这让乔想起了塞西尔的经历，不禁让他们怀疑忠诚是否又出现了使人类置换的超人类。此时从哥谭市调过来的探员克里斯汀前来报道，此人对超人类很感兴趣。眼看乔和女儿有话要说，克里斯汀识趣地离开了。这女人也让艾瑞斯起了疑心了。实验室里，希斯科根据火风暴融合变身的矩阵加以改造，打算为冰霜和凯瑟琳弄出一个恢复一体的装置。这是他和凯瑟琳共同想出来的主意，却忽略了冰霜的想法。他更想当一个自由独立的女孩，而不是凯瑟琳体内的一种人格。白瑞这边一直没有离开神速力，同样也在寻找豪利女的下落。塞西尔赶过来想让凯瑟琳查查自己的脑袋，昨晚的噩梦很不寻常。紧接着他又一阵剧痛，就仿佛是心灵感应在提醒他自己感受到了恐惧。忠诚发生一起抢劫案，接到报警的白瑞赶往了现场。2位保安眼中散发着紫光，惊恐地看着面前的蒂斯拉。白瑞却只能看到一片寂寞和2个快吓尿的保安。一个穿着奇装异服的男人走了过来，白瑞先套上了一只手铐再说。男人说自己刚刚制造了一个幻境，让2个保安眼看着10多个人被蒂斯拉吃掉，这才给他们吓尿的，而这不过是个小把戏。随即他对白瑞下手了。同一时间，实验室检测到了同位素，位置来到白瑞身边。此时的他已经中招了，灵能课让他看到了心底的恐惧，其一是自己无法阻止的逆闪释放，其二便是领先他10步的萨维塔。幻境中的一切就好像真实发生在眼前，那种疼痛感也能够体会得到。灵能课不仅能够制造幻想，还能够让受害者在幻象中受到伤害。如果在幻想里死去，那现实里也会死去。更诡异的是，灵能客身上拥有和豪利女一样的同位素，两者之间肯定有着某种联系。为了避免下次对战中被影响到意识，白瑞和希斯科打算用对付格鲁德的抑制器来抵抗灵能客。关于逆闪和萨维塔的那个幻想，让白瑞幼小的心灵受到了不小的伤害。希斯科琢磨着抑制器的改装，冰霜就已经开始筹备着日后的生活了。他想和其他人一样体验一次漂流。没一会儿，凯瑟琳气冲冲地跑了过来，能使他们合二为一的矩阵遭到了破坏，上面的温度低到了-162度。不是冰霜干的还能是谁呀？冰霜只能说出自己的想法，他不想合体。可别的话还没说出口呢，警报再次响起了，灵能客现身了。灵能客面具后的人竟然是他。3人佩戴抑制器赶到现场，
可这种东西在贤者之力面前不堪一击，他们接连被精神干扰。冰霜看到自己被铐在警局，他因曾经犯下的罪被捕，而提供证据的人却是凯瑟琳。眼看希斯科和冰霜都失去了战斗力，白瑞集中全部力量流到了手臂上，一个他娘的电击波又他娘的被吸收了。白瑞暗骂了一句我屌，随后也进入到了幻象之中。这次他看到的不是过往的敌人，而是心底最深处最害怕看到的事情，所有亲人朋友的死亡。等三人缓过神来时，灵能克早已消失。这种精神上的攻击让他们患上了恐惧症，大脑中负责产生情绪的杏仁体超负荷运转，他们都不太愿意提起幻象中的事儿，特别是白瑞，他一个字儿都不想说。冰霜却一直默默修复着矩阵，可这并不是他擅长的领域。凯瑟琳了解冰霜的性格，他不是个轻易会被吓到的准儿。凯瑟琳发誓自己不会像幻象中那样。到这他们也算解开了心结了。凯瑟琳无法适应体内没有冰霜的生活，而冰霜向往属于自己的生活，他们唯一的恐惧就是生活中没有对方。中城警局内，艾瑞斯拿来了克里斯汀的背景报告，他向卡拉所在的 DOD 问了情况。这个人有一半的档案被抹除，忽然来到中城警局就职，一定图谋不轨呀。女儿再三请求了，乔也只能再好好调查一下此人的来历。此刻白瑞依然沉浸在之前的那个幻象里，伙伴们全部死在了豪利女手下，这种感觉就像当初危机到来之前那般让白瑞害怕。他从不担心自己牺牲，却见不得任何亲人出事。每次拯救城市的时候，白瑞就是在跟恐惧赛跑。这次他依然得这么做。检测到灵能克的同位素迅速扩张，白瑞想到了一个办法，他拉着塞西尔来到了迪沃之椅面前。这把椅子曾提升了迪沃的能量，也能提升塞西尔的心灵感应，用这个优势来抗衡灵能克是唯一的办法。很快半个中城陷入到了恐惧之中，闪电侠快速冲向了立场，而同时塞西尔也连接了迪沃之椅，一瞬间所有人的想法都进入到了他的脑中。白瑞没有直接通过立场，而是被弹出数米，接触到的那一刻他也陷入了幻象之中，依然是那个团灭的场景，但这次白瑞一直在提醒自己看到的都是假象。随着灵能克开始放大恐惧，倒在地上的尸体们接连站起来责怪白瑞，这让他刚刚快要振作起来的意识再次被压制。白瑞在伙伴们的帮助下开始反抗，他压下身子做好了起跑姿势，眼中跃动的闪电是他战胜恐惧的勇气。在白瑞冲进了立场之时，塞西尔与他意识相连，即刻爆发，把勇气传递给了城市里的每一个人，和白瑞携手击败了灵能克。可他们都知道这只是暂时的胜利，灵能克和豪利女还会卷土重来，两者都对神速力造成的伤害免疫。这时白瑞感受到了强烈的痛苦，和神速力受伤时的一模一样。为了尽快恢复伤势，他进入了低温舱。与此同时的中城警局，乔单独叫来了克里斯汀，女人只能说明真正的来意，她曾在哥谭市工作，是蝙蝠侠的铁杆粉丝，上头派她来中城是为了一个超人类，也是被警局一直忽略的逃犯——冰霜杀手。白瑞进入了低温舱后就处于了昏迷状态，但身体的伤势在快速恢复。众人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醒来，一旦灵能克和豪利女出现在城市，闪电侠将不会第一时间赶到。神速力醒了过来，他感受到白瑞的情况跟自己差不多，同时也为所有人解了惑。灵能克跟豪利女的力量来源于他神速力一样，也是他们将自己打成了重伤，留给静之力的时间不多了。看后面的彩蛋之前，别忘了加个关注，点个赞。第7季还剩下13集。本集出场的克里斯汀实际上也是漫画搬进来的角色，来自闪电侠秘密档案起源，后面简称起源。根据前4集所登场的角色来看，本集内容可能就是围绕着起源和闪电战争2大事件展开。近日报道巴泰伦将在第7季17集登场，最让人担心的是他会不会跟女儿诺拉一样那么讨喜。同时巴特在起源中也是个举足轻重的角色。本集也有几个有意思的彩蛋。在白瑞第一次见到灵能克之前，两位保安看到的大怪兽，白瑞称之为骗人的哥斯拉。而美国那边哥斯拉大战金刚上映于3月31号，也就是闪电侠本集的播出日期。 Fuerza, Spanish for strength. But She-Hulk was taken, okay? 开头希斯科调侃豪利女就像是女浩克，灵能克还说出了队长的经典台词。CW 提到漫威的内容已经不是1次2次了，希斯科可谓是米老鼠公司的老铁粉了，就连本集中闪电侠看到队友团灭的场景都让人不禁想起了隔壁某画面。凯瑟琳和冰霜提到的美剧《我们这一天》是个评分超高的喜剧，内容也格外的暖心治愈。最近情绪低落或者遇到烦心事的小伙伴可以去看看，说不定能够帮你解决烦恼。另外出现的几个路人甲乙丙丁，其实在绿箭侠、超女等一系列 CW 剧里都有客串，
可谓是马桶台的顶级龙套了。这里多嘴提一句，这集大家的发型有点过于丰富，白蕊和赛马首当其冲。希斯科还提到 HR 葬礼后神速力就变成形式，指的是他不再神秘，而是以人形出现。结尾还顺便调侃了一句火星叔不如塞西尔。Might have to teach Martian Manhunter a thing or two. 结合第6集预告开头的绿光，下周静之力的使用者歼十就要出场了。其饰演者也出现在了演员资料中，设定是一个叫做迪恩的高中生加运动员，获得了静之力后放弃了运动生涯，最后立下一个 flag， 威尔斯将在下周回归，如果没有出现，我当场就把这屏幕吃掉。我是瓜皮儿，下期见。